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第2季前情提要。风暴的事业迎来了巅峰期，还得到了祖国人的鼎力相助。风暴乃是沃特创始人费德里克之妻，第一个接种5号化合物的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主义者、种族歧视，活到今天又100岁了。沃特真正的梦想是想打造一批超人类军队，实施清洗计划，而阿祖是领袖的最佳人选。5号化合物的事情已经败露，沃特集团不得不顺水推舟，他们以超级恶人非法入境为由，大肆推广5号化合物，督促每个市民负起责任来。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听听，对于那些相对激进的分子来说，为了捍卫家乡，总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儿。凡人组这边，马洛里叫来了纽曼议员，他们现在手里有一个重要证人点灯人。几天后，关于5号化合物的听证会上，点灯人将是扭转一切的关键。为此，他们疯狂彩排。纽曼知道，仅凭一个点灯人还是差点火候，必须要找个更有地位的人，挖出沃特真正的目的。布希尔和马洛里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人——沃格鲍姆博士。这天，安妮的妈妈跑来道歉，为了自己的虚荣心，她一直想把女儿培养成天选之子，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找沃特接种了5号化合物。但现在看来，只为女儿带来了痛苦和折磨。安妮把一生都献给了虚无。经过这段时间和沃特的对抗，她逐渐发现，正义无法获胜，邪恶不受惩罚。这世界太现实了，卷入其中便无法脱身。她没有想到，单纯的妈妈早在1小时前就跟沃特集团通了电话，为了让女儿能够自由，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。安妮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，血色赶到，不费吹灰之力地活捉了母女。安妮被关进了一个密闭的房间，释放不出任何能力。此时小队全然不知，休伊有伤在身，波切尔强迫他留下来休息。没多久，马洛里带着某主来到了博士家中，上校的名声可不是盖的。 Tell him it's Grace Mallory。 博士不得不见他一面，此趟前来自然是想请博士出庭作证。博士有了女儿和孙子，不想以身犯险，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清楚，出庭作证等于死路一条。这番话对马洛里影响很大，他为何如此血拼沃特？还不是因为孤身一人了无牵挂。母乳是个有家庭的人，可他不想放弃这个对抗沃特的机会。波切尔接了个电话，匆匆离开，因为家里传来消息，父亲病逝了。赶来一看，才发现是骗局。波切尔和父亲极度不和，因为弟弟列尼的死，他们互相埋怨。父亲从小就对儿子们要求苛刻，能动手就尽量不讲道理，可以说是虎父无犬子。没有当年的棍棒，波切尔也不会成为如今的老猛男。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痛恨父亲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逆境中成长。弟弟列尼就因为家庭变得懦弱，最终承受不住，吞枪自尽。这是波切尔一辈子的阴影。今天的这场团聚搞得他心情郁闷。这时，母乳打来电话，说博士不愿意帮忙。无奈，波切尔亲自出马。要说马洛里是靠着往年的名声见到了博士，那波切尔就是靠着老混蛋臭不要脸。The name's William Butcher. 不过他这个人在对抗方面很有一套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不出庭作证，我今天就杀你全家。”年轻人真是不讲武德。给 Butcher 倒一杯 cappuccino。而法兰奇在马洛里的安排下，暗中保护着纽曼议员。虽然对方有着特警部队镇场，可一旦超人类来袭，法兰奇才最有应对能力的人。他没想到这趟来收获了西梅子的完全信任。经历了贤者树丛一事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。西梅子也愿意教法兰奇自己独特的手语，方便两人以后交流。法兰奇乐坏了。休伊在家就舒服多了，陪着点灯人看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。点灯人也清楚，出庭作证等于送死，所以想在死前看完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全集。这种消极情绪影响了休伊，两个人都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，看着电视机。5号化合物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风暴和祖国人站出来不停安利，两个人的人气完全可以独当一面。超级恶人非法入侵，极端分子为非作歹，这种时候百姓需要自保，需要5号化合物。许多人非但没有抵制，反而都在高呼我们需要更多超人类。阿祖借此机会说出了星光是内奸，不过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，市民大可放心。这则新闻惊呆了休伊，难怪自己联络不上安妮了。可他有伤在身，无能为力，即便没有伤，他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入7人塔。所幸休伊开始talk点灯人了。
这半天下来，两人聊了不少。点灯人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啊，从小被当作神童对待，也曾有一颗超级英雄的梦想，被修义这么一怂恿，哪能忍呢？拉着他就去了七人塔。好赖是个元老啊，知道一些秘密通道也是情理之中。点灯人在赌，沃特集团没有清除他的指纹，事实证明他赌赢了。两个人利用漏洞来到了七人组总部，这里的一切都变了，曾经象征自己辉煌的雕像也被沃特换了。点灯人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这趟来只想在雕像面前证明自己，让泉下的父亲骄傲。就连这都无法如愿，点灯人点燃了自己，在成就自己的地方了结了自己。修义都傻了，这人怎么说自杀就自杀呀？火焰触发了警报，七人塔进入了戒备状态，这给了安妮逃出去的机会。以往的修义肯定已经吓破胆了，但这次他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，幸亏点灯人留了一手，修义将其割断，靠着指纹救出了安妮的妈妈。此时安妮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刚刚踏进总部就被赶来的袭击，她自然不是对手啊，被按在地上摩擦，被锁住致命脖颈，两眼发黑。突然一个身影赶来，梅芙扯开玄色的面具，一把将安妮身上的杏仁糖果拽了进去。玄色坚果过敏，多少有点捞啊。梅芙不安忙后转身离开。就在今天早些时候，梅芙和女友艾琳娜因为飞机录像的事情彻底闹掰了，爱人已不在，也没有必要继续再伪装。梅芙自暴自弃，随便和男模睡了觉。这次出手相助，并不代表梅芙就会和安妮为伍。很快，安妮就和修义会合了，既不会打架，还没有帮手，修义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来救自己。这样的男人，他怎么能不爱呢？回到祖国人这边，和风暴成为情侣之后，他感觉自己想的不够长远，凡事都会习惯性去依赖风暴。当他看见风暴痴痴地盯着一对娘俩后，他想哄风暴开心。阿祖带着风暴找来了自己的儿子莱恩，上来先给儿子道了歉。之前的那父慈子孝的事情对孩子打击可不小啊，他想带着儿子离开这里，在这种充满谎言的环境下长大。一旦莱恩有朝一日知道了真相，很有可能也会变得极端。祖国人不想让儿子受苦，想带他到外面的世界看看，贝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和祖国人想法不同，这里虽然都是假的，但孩子有着妈妈陪伴，起码不会变成混蛋。只是他没有资格跟祖国人谈条件。阿祖和风暴终究还是告诉了莱恩真相，孩子开始认为妈妈是骗子，小孩子都很叛逆的。莱恩二话不说跟着爸爸走了，只留下了绝望的贝加。听证会终于举办了，博士作为唯一证人赶到了现场，凡人组坐在一起等着看好戏。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爆头侠出手了，包括博士在内，现场许多人都被爆了头，哪怕是七人组新晋成员冲击波。听证会上一片混乱，马洛里立刻拉着惊魂未定的纽曼议员离开了现场。这场事故被定为了超级恶人袭击。沃特集团与警方达成了合作，行动也得到了总统的授权。用不了多久，沃特就可以越过药管局等一切部门，直接动用5号化合物应急。一支的造价已经高达了500万美金，而且还得排队订购。对眼下的这种情况，马洛里和纽曼都表示难以置信，政府怎么能同意让大众使用5号化合物呢？可现在谁又能改变定局呢？小队准备和七人组来个鱼死网破，针对不同英雄的武器法兰奇已经造出来了。修义不想靠杀戮解决问题，沃特产的超级英雄指定是杀不完的。安妮同样这么想，她甚至想自己来当证人，可她现在是逃犯，哪有可信度啊？安妮把希望寄托在了梅芙身上，她跟修义连忙赶到了梅芙家。梅芙真的消极到头了，无心对抗沃特，女朋友都跑了，玩个毛啊！安妮和修义期望落空，只能另想办法。教会这边，阿拉斯泰主机见到了沃特总裁的家，商量着深海跟火车头的回归一事。特别沃特现在处于水火之中，需要更多超级英雄助阵。可对他们来说，一人归队是救赎，两人归队是软弱。深海跟火车头只有一人有机会。另一个问题就是风暴讨厌火车头，他有肤色歧视的心理。总之，两个老狐狸聊得风生水起，可把在角落里偷听的火车头给气坏了，心想风暴这个狗贼啊，必诛之啊！修义跟安妮还在折返的途中，这场战斗安妮本不必参与，可修义从不放弃他自然也不会放弃修义。没想到火车头突然找上两人，吓得他们惊慌失措。火车头花了3个小时在纽约搜查两人，可算让他给逮住了。他拿来了关于风暴的实锤，这次不是来干架的，既是为了干掉风暴归队，也是为了和修义扯平。小队这会儿哪知道这么多呀？他们只查出了风暴是自由女，更深层的秘密又怎么会清楚？贝加一个人逃了出来，直奔布切尔的安全屋。现在莱恩被祖国人带走了，他唯一的依靠只剩布切尔了。老婆求帮忙了，布切尔自然义不容辞，只是他这次留了个心眼儿。布切尔约沃特总裁的家见了个面，理由是自己知道如何牵制祖国人。沃特内斗也不是什么秘密，祖国人可是沃特未来的领袖，不控制住他的话，什么都难办。
他们的合作是艾德加来提供祖国人和莱恩的位置，由布切尔出动抓住莱恩，然后再让沃特集团收尾，把莱恩藏在祖国人找不到的位置。布切尔唯一的条件就是让贝加恢复自由。艾德加是个生意人，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，他也清楚风暴是个种族歧视者，自己早晚也会成为对方的学习目标，不如趁此机会掌握大局。阿祖并不知道自己被算计了，大脑还沉浸在爆头侠是谁之中。既然爆头侠出手是为了沃特，那肯定和艾德加有关联。不过这倒是一个好消息，能顺理成章地推广武后化合物了。平时的祖国人以儿子为中心，只是阿祖从小就缺爱，照顾孩子一方面一窍不通。好在风暴经验丰富，总能在关键时刻帮上阿祖。当爹的自然不希望儿子和自己当年一样，于是阿祖带着莱恩去了沃特旗下餐厅玩耍。这种人多嘈杂的地方，莱恩肯定无法适应。阿祖无奈，只能带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培养感情。对任何人他都游刃有余，偏偏对儿子无可奈何。可毕竟是骨肉至亲，阿祖最终还是把他哄得妥妥的，还想叫儿子使用能力，只是这能力需要觉醒。莱恩哪怕是最基础的激光眼都释放不出来。阿祖让他心里想着最恨的人，有时候会有奇效。可从小跟妈妈生活，什么都没经历过，又怎么会有仇人呢？小队这边都有了进展了，休伊和安妮手握风暴实锤，波切尔和艾德加达成协议。最主要的是休伊和贝加很聊得来，整个小队他看休伊最顺眼了，这个男孩跟丈夫可真是阴阳相克呀。所有人整装待发，准备去救莱恩。波切尔等待艾德加消息的同时，安妮和休伊在网络上公开了风暴的身份。贝加对波切尔再了解不过了，她让丈夫发誓一定会带回莱恩，以弟弟列尼的灵魂发誓，这让波切尔左右动摇。与此同时，风暴看到了网络上曝光的消息后，瞬间暴怒，顾不得照顾莱恩，连忙飞回了总部。风暴是纳粹，这可不是小新闻呐！梅弗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小队此时已经抵达了莱恩的所在地，提前布下陷阱，等着祖国人上钩。这刺耳的声音弄得祖国人父子头痛欲裂。阿祖四处飞行，寻找声音根源，这意味着莱恩将独自在家。布切尔就趁着这个时间点和贝加赶了过去，成功带走了莱恩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现在布切尔就应该电话联系艾德加来善后了，可他不忍拆散贝加和莱恩，临时改变了计划，让母主带他们母子逃走，自己留下了断后。平生都以心狠手辣、冷血无情著称的屠夫，今天却愿意为了成全他人而牺牲。他可能没察觉到自己将会彻底蜕变。母主奉命前去送贝加母子撤离，可就在这时，风暴折返阻止了他们。兄弟姐妹们留下了对抗他，为布切尔一家三口争取逃跑的时间。面对风暴时，曾会从心底产生恐惧的西梅子笑了，他用手语告诉法兰奇 She's gonna stick her boot up your Nazi kitty。 西梅子与安妮联手杀向了风暴，风暴也不是什么善茬呀，一敌二不落下风，还有功夫摧毁法兰奇的意志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便扭断了西梅子的脖子，母乳三人连出战的资格都没有。很快，西梅子就痊愈了身体。这场战斗随着一个人的加入彻底扭转，梅芙来了。三女一顿全体风暴，好生痛快。女孩办事就是万无一失，风暴双拳难敌6手6腿，只能先撤一步。阿祖回到安全屋后，发现儿子已经不在，屋内只剩下被布切尔出卖的沃特员工。失去儿子的阿祖彻底爆发，在场无一幸免。而布切尔家此时逃进了树林，却被身受重伤的风暴逮住。对付西梅子他们可能会吃亏，但对付一介凡人根本没有压力。布切尔失去了战斗力，为了守护儿子，贝加一刀刺向了风暴的左眼，这彻底激怒了风暴，准备将贝加碎尸万段。眼看妈妈有危险，恐惧的莱恩彻底爆发，释放了激光眼，一瞬间风暴化为焦炭，手脚全无。贝加也因为箭矢伤害随时阵亡，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让布切尔好好保护莱恩，不要对这个无辜的孩子有偏见。贝加咽气儿的一瞬间，布切尔哪能坐视不管？他怒视着杀害老婆的莱恩，打算把这个小兔崽子给弄死了。可下一秒，祖国人赶到，他望着2具尸体，心态崩了。每一个寄托都没有好结果，阿祖对儿子也起了杀意了。哪知道莱恩毫不犹豫走到了布切尔身后，祖国人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啊。但布切尔却是顿悟了，他必须从祖国人手里救下这个孩子，这是他答应贝加的。虽然布切尔清楚与祖国人对抗必死无疑，都还没动手呢，梅芙就拿着录像走了过来。他逼祖国人放了所有人，否则公布一切。你敢公布，我就毁掉这世上的一切。祖国人虽然是这么说，可他做不到，那样的话只会玉石俱焚。祖国人放弃了，这次他输得彻底，众叛亲离，无依无靠，而他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却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事后，沃特集团还是惯用的手段，把一切推卸给风暴，并让星光和梅芙拿下头等功。
风暴一倒，教会顺理成章让火车头归了队。至于小鱼人深海，接着混吧。 We're all just space boars. I everything. Fresca. 这日子没头啊！布切尔把莱恩交给了马洛里保护，他对孩子只有一个期望，不要成为人渣。马洛里和纽曼联合组建了新的反超人类小队，他希望屠夫能够回归，但布切尔已经没有了战斗的理由。凡人小队全部赦免，休伊再也不用躲躲藏藏，可以明目张胆地和安妮约会。而且休伊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他加入了反超人类小队，是时候该独立了。母乳也回到了家人身边，至于法兰奇，他和西梅子相互依靠，享受着自由的生活。而可怜的阿祖呢，在夜空中月牙填充，虽然嘴上说着他根本不敢冒险，现在所拥有的荣华富贵、权力名声，没有东西可以比拟。I can do whatever the fuck I want. 纽曼议员贡献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组建反超人类小队，可谁也不知道，所以爆头侠的就是他呀。而他似乎想挖个大坑，集体爆破。